王爷，王爷，您去哪儿啊？夫君，夫人。你这是喝了多少呀？来，喝口水。没有。我帮你更衣。别碰我。我知道你难受，可是酒水在坛缸里是醇浓甘香，一旦入了肚，再过2、3个时辰，便是臭味难当了。家里新换的被面，刚换洗下来的还没有晒干，万一熏臭了。出去。外面的酒不知道勾兑了什么，喝了尽大伤身。你若是下次再想饮酒，我就让李妈妈去买酒房的新风酒，温热了给你喝。热腾腾的酒下了肚，你也有枕席可睡，总好过在街上夜游，喝一肚子冷气好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喝酒啊？常言道，一醉解千愁，谁没有马高鞍镫短的时候？即便是当今陛下，也不见得日日都顺心。我们家虽然没有在京城市大，但如今也是吃穿不愁。我想过了，等到日后铺子张罗起来，每日也足够家用，隔3差5买些肉回来也是有的。到时候夫君就可以放心出门下棋访友了。咱们这天下，所有的愁事儿到你这儿都不是事儿了呢。你我既结了夫妻，那我们就是天底下最不怕麻烦彼此的2个人。夫君，在我面前，如有一日你觉得疲累，便放手歇歇吧，我来替你担了这个家。看着我做什么？就是感慨罢了。这天下还从来没有人跟我说，你若是疲了、累了，可以歇一歇。唯独是你，小门小户有小门小户的好处。好啦，夫君莫要说醉话了，既要歇着，总要换掉衣衫和鞋袜吧。
交汇日落，重逢时还不忘他指引我，谁不曾经过，一转身海棠飘过，爱对了错认的悲欢离合，谁不是千万里流日暮雪，难相守亦相别，当过春水有力纠结，一双人一恨月，相伴两不夜，似是梦，胸膛中光阴渐渐，心无忧，愿与你岁岁绵绵。昨夜，哎，夫君，夫人没事吧？没事。昨日起气色就一直不好，你要不要请赵神医来看看？不必了，只是有些乏力罢了，夫君不用担心。啊，乏了就多歇歇。我还要去祠房呢，夫君忘了，我可是要担起这个家的。说笑罢了。夫人是认真的，天没亮就起来张罗这些瓷器，人都憔悴了。别听他胡说，我就是没睡好。夫人，辛苦了。夫君，日后你不必为那个银钱的事情操劳，只要我下棋赢了银钱，我就拿过来贴补家用。是少了？那我今后多拿一些便是了。啊！柳绵堂要替你担起这个家？他大概是真把我当成了一个一事无成的纨绔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能怎么说呀？这有什么可反驳的呀？他虽然事儿多吧，但也还算是安分守己，有的去吧。懒得反驳？你是乐意为之吧？青州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本侯，没有几个是真心替你分忧的。远处狼群觊觎，身旁狐狸环伺，活的那叫一个殚精竭虑。此时，突然出现一个美娇娘，她不想夺走什么，也不想得到什么，就这么无条件的信任你，还把你放在了心尖尖上。哎，换作是我也宁可一事无成啊。虽然我就是一事无成。哎呀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有戏瘾呢。哎，这么好的一个女子，你也忍心杀？哎，其实说她是一介女流之辈，能从那个贼窝里逃出来，那已经是不容易了。陆文佑树敌万千，他落了单，手筋都被挑断了，何必再牵扯进去呢？是呗，
柳家落了罪，那他就无家可归了。本就有无名在身，那就是不容于世啊。我确实是该念在他无辜受累。哎，你说他要是助我捉住了贼首，你会如何？那我就给他些银钱，再把他送去妙安安度后生。你不要再去找他了，免得坊间又传出什么闲话来。听见没有？夫人，同行相亲，还是别去了吧。要不咱们在这儿坐坐，喝口茶。掌柜，来壶茶。好嘞。看台阶啊，慢点下。李妈妈，你看那两人，这两人皮肤黝黑，腰间荷包鼓胀，进了咱们家店里，一眼就找到了最好的东西，可见是经常贩卖瓷器的走商。可这都入不了他们的眼，那我倒是想看看，在这行家眼里，好东西是什么样的。这个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还可以。下次有上新的话，记得告诉我。等到货了，我即刻通知你们。慢走，客官。哎，客官，里面请。我们这儿啊，全是上好的瓷器，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这位客官好眼光啊！这是我们最有经验的老瓷匠烧制的。是吗？可这烧窑的工艺，我在其他店里也见过，没什么特别的呀。要么您再看看旁的。什么？客官，您可以到里边去看看，这边全都是。您看，这套如何？这倒是精致啊。哎，这印刻是什么？哟，给我，客官，我让您看，没让您拿呀。这印刻呀，代表官窑品质，专门供给官家。若不是有瑕疵，今日您呐也见不着这个。原来别家门庭冷落，你家生意这么兴隆，是因为皇商啊？倒不单指我们一家，客官，您应该是初来乍到，买卖上没有留心，因此啊，提醒您一下，要看准了商会挂牌的再买。客官，商会？对，镇上一共12家，都是有年头的老字号，互相担保，有口皆碑。至于那些没入商会的小作坊，我劝客官您呀，还是别白费功夫了。在这灵泉镇啊，外来的商户，如果不懂这个规矩，那就别想做成生意了。那既然如此，这只碗我就买下了。好，多少银钱？1两金。1两金？那我确实没有那么多银钱。掌柜可否愿意降些价卖给我啊？哎，这贺家的东西是1分价钱1分货，我可做不了主啊。贺家的娘子不就在那儿吗？你只要同她好言几句，总做得了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贺家的？方才我入店时，见掌柜的专注于账目，抬头视线也不落在客人身上，倒时不时地瞥向你，想来是管事的来查账。掌柜的无暇应对客人，只好专注于账本。那我有可能也只是个管事，如何是贺家娘子？当我有意说出贺家瓷器没那么特别时，你给掌柜的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亲自接待我。如此在意自家瓷器的口碑和名声，必是掌着实权的人。自家的生意会给外人做吗？外嫁女与媳妇儿手也伸不了那么长，因此我猜你是贺家娘子。贺家3娘子贺真，
崔家娘子聪明细致，贺生佩服。不过你也不必装作是客官，从你一进店里，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灵泉镇就这么大，一家新开的玉烧瓷坊，和一个当家的美貌娘子，想不引人瞩目也难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玉烧瓷坊将来如何能在灵泉镇立足，还望贺家三娘子指点一二。都是敞开门做生意的，谈不上指点。如果我也想进商会呢？我既然敢来此会山头，便是拿定主意，要将玉烧瓷坊在灵泉镇立足的。既然贺家三娘子肯让您的掌柜来指点我，让我明白生意惨淡的关窍所在，应该也不吝赐教吧。崔家娘子性格直爽，说实话，我挺喜欢你的。但商会的事儿不能儿戏，你若真有这个心思，就让你夫君出面吧。实不相瞒，夫君他不通此道，家里的生意都由我来管。那我还是劝你早日放弃吧，商会是不接受女子的。哎，夫君，今日生意如何？挺好的啊。林妈妈都跟你说了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商会的。那倒也不必。为何？商会都是男子，你不方便，日后还是我出面比较好。你不是夫君，你知道瓷器如何烧成吗？要运多少粘土，要用多少瓷匠，每日要做多少成品才能获取最大利润？还有瓷匠的月钱是多少？这些你都清楚吗？因此，你就安心下棋吧，商会的事有我呢。夫人啊，眼下咱们生意刚刚开始，我觉得可以慢慢来，不必操之过急。你不知道，只要有商会二字压在头上，这生意根本做不起来。人家在灵泉镇那扎根多年了，彼此之间盘根错节，哪是你说进就可以进的呀？依我看，那生意要是实在是做不下去，那就把铺子给关了，咱们谋别的营生。银钱这方面，你不用着急，我会交家用的。就算你在宅子里面待着，什么都不做，那我也是养得起的。哎呀，我说过了，你就安心下棋，我会担起这个家的。谁用你担起这个家？不用像你说的做到这一步。商会这条路我试过了，很复杂的啊，你就不要在这方面白费心思了。那总得让我先试一试。商会的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我还要去骑射，你早点休息。夫君。王爷，柳氏似乎生气了。无事生非，蹬鼻子上脸，还要本王陪着一块儿闹啊！夫人，您今日可要早些歇息。
李妈妈，夫君从前是个怎样的人啊？这个，和现下差不多吧。因此他一直这么善变、专断吗？哦，没有，老奴可没这么说。那从前我们也经常这样吵架。这夫妻间的私密事，老奴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王爷，王爷，贺公，老夫代灵泉镇商会12家给王爷问安。您这是何意呀，贺公？快请起，快请起。王爷，商贾之家无地无权，全靠一些手艺买卖。行贾居货所过所止，已有课钞纳税12项。真州又是军镇，饷银也是有商税折银供给呀。我们实在是有些不堪重负了。老爷子连夜拜会，还伏地躬身，就是为了让本王减免赋税啊！若能得到王爷印币，商会自当上下一心，为朝廷效力，为王爷解忧啊！这件事情，本王会考虑。还有，明日河道东宫也算是灵泉镇的一件大事，本王允商会的东家们一道参与。多谢王爷赐恩。父亲昨夜去见了淮阳王，回来的时候受了些风寒。今日御贡之事，就由我代为主持。二郎啊，那今年的御贡如何分呐？是啊，如何分啊？这怎么分才合适啊？对。贺家负责金瓷填色，其他各家按旧例早分了出去，别误了进贡的日子。哎呀，还是贺家有情有义啊！这让兄弟们都能有口汤喝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有的分，听讲仗义啊！是啊，能做瓷器的可不止灵泉镇，若咱们不联合起来，早就被外乡的商贾吃干抹净了。是有道理。是啊，我方才也正想这么说来着。那个三妹啊，你先下去吧。这商会之事，女子就别乱插嘴了。喝茶，来，好茶呀，香气透顶，手艺生津呐！来，是啊，真是好茶呀！二郎君，外头有位自称是御烧瓷房的东家，想要见您。哟，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户，终于知道来拜山头了啊！是啊，行啊，来都来了，那就会会吧。是，会，到底应该会，看看什么样。是就是哎，这怎么是个女子啊？这商会多年都没出过。这位就是贺二郎吧？冒昧打扰。是挺冒昧的。御烧瓷房是崔家的产业吧？崔掌柜不亲自前来，莫非是嫌我们商会没给请柬，心里头不痛快？就是啊，不请自来，你说这谁也没请。哎呦，崔家小娘子怎么不说话了？莫非是耳聋了不成？说呀，方才听了贺二
二郎的话，才知道原来小女子我在这儿，是崔家怠慢了诸位的意思。我这才赶紧看看，有无女子不得入内的条款，免得犯了商会的避忌。嗨，虽然没有这样的条款，可此间只有你这一女子，恐怕都有不便吧？原以为亲自登门才算诚意，早知道诸位有跟女子说话不便的毛病，我就让铺子里扫地的仆夫来了。说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呀？让一个女子跑到商会里抛头露面、信口开河，你家郎君还真够没出息的。是吗？那为什么贺二郎在，贺三娘还要抛头露面的打理店铺啊？贺二郎既然能坐在这个位置，那必然是有出息的。哦，那自然是尊府深明大义，知道女子只要有能力便可以做生意。怎么我说的不对呢？是贺二郎没出息，还是尊府没那么深明大义？二郎啊，他伶牙俐齿，不要和他多费口舌。你真这么想进商会啊？我对玉烧瓷坊有信心，想借商会的东风起势，而商会有新人，也更有利于长久，这本就是双赢的事。还望贺二郎能够转告尊府，多加考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是你玉烧瓷坊的瓷器能卖给皇亲贵眷，我做主让你进商会。几位叔伯，意下如何呀？有道理啊！就这么有道理了。你们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？崔家娘子既对自家瓷器这么有信心，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对呀，对呀，是啊，对你们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是啊，不送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。去吧！你看看，家主还是有见地的，进商会果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儿。但家主必定见多识广，能力还是有的。夫人，您不妨多和家主造福百姓。天哪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！听说啊，这开工仪典之上，火焰王会亲自到场主持呢。火焰王亲自来了？对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哎呦，好事啊，天大的好事！以后咱们呀，再不怕喝涝了。是啊，夫人。碧草，夫人，去阳上找陈先生，将他前几日烧制的大缸抬到河道边。是。夫人，你走的也太快了。李妈妈，你不是平日里总念叨作孽作孽吗？啊，是。速差人将这院中所有的锦鲤都捞浆起来，再去集市上将能买到的锦鲤都买回来。哎，夫人，您这是要做甚呐？这锦鲤可贵得很，你要是全买下来，这要使不少银钱呢。行好是消孽，何利银钱？